好，今天的這個過年特別節目，我們也要來關心到的是，接下來的中美在科技戰上面會如何來做發展，還有今年的這個產業指標有哪一些可以特別來做關注的呢？先來看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26年我們要來看到他第一個去的地方是哪裡？地方考察行程。畫面上我們看到的就是他去這個北京亦莊的這個叫做國家信創園去考察2個重要的未來產業 AI 跟機器人。那這個考察被視為特別重要，是因為在15.5開局後，他首次的去做了一個這個考察，被視為是中國大陸接下來科技要主要發展力道最強的2個產業。同時間，剛好馬斯克也公開喊話了。我們來看到他說什麼？他說美國的巨額國債逼近破產，只能靠跟習主席講的是一樣的 AI 跟機器人技術才能救命。為什麼2個國家的重要領袖都是特別講到這個 AI 跟機器人？委員怎麼看？我想，因為現在中美雙方大家都已經體認到，接下來國力的比較已經跳脫了原本的一些相關的這個我們所熟悉的領域了，而 AI 跟機器人變成是未來一個國家國力最重要的一個象徵了。就是在這2個領域的這個技術的發展的程度，就決定了這個國家接下來在全球所要扮演的角色。所以，其實中國大陸在15計劃當中，他們投注了很大量的經費在做這件事情。就幾乎每一個城市或者是國企哦，他們都有一定的基金，然後他們都有這個一定的這個責任要來做完成的。那麼但是當然，中國大陸在發展 AI 跟機器人的過程當中，他們最在意的倒並不見得是比如說大模型的研發，他們卻比較在意的是這些 AI 或者機器人的技術到底能不能落地，能不能夠變現，那應用的程度有多廣哦？這是中國大陸在推動 AI 的這個跟機器人發展一個非常重要的目標跟策略啊。那馬斯克為什麼會講這句話啊？是因為馬斯克在接受訪問的時候，他提到說，美國的國債啊，現在已經高到不像話了，到38兆了，就每年要付1兆美金，比美國的國防預算還要高的這個利息，所以美國的債務增長率太高了。那要怎麼樣去扭轉這個情況呢？只有靠 AI 跟這個機器人的發展哦，希望大幅的提高生產力。就生產力的這個提高率，如果能夠高過債務成長率的話呢，也許可以扭轉美國破產的這個命運。否則他說他的這個說法說，美國1000%一定會破產的哦。那但是當然，為什麼會這樣講呢？就是說，當你有 AI 跟機器人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AI 跟機器人可以大幅的提升工作的效率跟量能哦。所以呢，效率變高了，量能变高了，那当然这個生產成本就降低了。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生產力是提高了，可能對債務有一定的這個效果，對於打擊通膨也有一定的效果。但是關鍵問題是，馬斯克也提出了另外一個警告哦，他說，在這個同時，美國也極有可能面臨通縮，面臨通貨緊縮的壓力。所以這是刀的2刃哦。那麼最近大家最常問我的問題都是說，美中的 AI 競賽到底誰會勝利哦？我要強調的是，美中的 AI 競賽，他們完全不是在同一個軌道上的。就美國的 AI 是投入了大量的經費，不斷的在做的。各位現在看到的新聞在做，就是不斷的做大模型的開發哦，不斷做大模型的研發，然後呢投入做這個運算中心。可是現在的大模型已經發展到頂了，就除非下一個階段的大模型出現，否則現在的大模型就算投入再多的經費哦，它要升級的可能性都不高。更重要的一點是，美國長期以來迷信大模型的開發，投注了這個大量的經費在做這個研發過程當中，其實都沒有辦法獲利。所以美國的 AI 公司都沒有獲利。前一段時間 Nasdaq 有一天大跌，就是因為有一篇報告出來說，美國現在的 AI 公司基本上都是賠錢的，都是不斷的在燒錢。可是中國大陸它走的是另外一個賽道，它走的是它重視大模型的開發，可是它更重視大模型能不能落地，能不能應用，能不能變現。那麼，如果大模型能夠落地、能夠應用、能夠變現，那麼這條路才能夠走得夠長遠哦，而不是只是一個永無止境的燒錢的遊戲。所以，如果你要問我說，今天美中的競賽到底誰會贏？也許美國的大模型的開發，在它不斷的投入經費之下，可能會有一個比較不錯的結果。可是，如果今天所有的 AI 投入、機器人的投入都沒有辦法真正落地應用的話，最終就是破產的命運了。所以，反而中國大陸的這條路才是聰明的，而且可以走得更長遠。對，確實如委員講的，發展這個 AI 要花非常非常多的錢，所以呢，確實現在來自於摩根大通的證券中國分公司也特別講到了說，現在中國大陸它發展 AI 上面其實
變得更加的實際了。過去都是走過這個百家爭鳴嘛，那現在比拼的重點就是剛剛委員提到了，就是說你大模型到底能不能真的落地，能不能真的應用，然後做得持久，站穩市場腳步。所以我們看到大陸的這些公司，大模型公司原本是超過200家的，現在說已經縮減到不到10家，所以現在看起來留下來都是比較具有實力、資金，而且可以長期生存的企業嘛。介大使怎麼看接下來大陸 AI 的發展？當然一定是相互兼併啊，然後在市場上經過極高的內卷，然後優秀的留下來，這個沒有競爭力也就結束了。現在已經到了兼併的階段，而且出頭的廠商也已經很清楚了。我們看這個就是說，其實 AI 有3個方面啦，那5個方面，其實照這個黃仁勳講有5個面向。我們別的不講，先講電力來講，電力中國大陸是美國的2倍，然後中國大陸的電基本上是成本越來越低，綠能、光伏跟風電，還有核能電都是慢慢，還有水力發電，這些基本上都是比較成本低的電，在快速往上走。美國這方面是落後的啊，所以這個也是這個黃仁勳他們提出來的。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AI 有2個大面向，一個是所謂的算力，也就是芯片的部分。另外一個就是算法，也就是大模型的部分啊。中國大陸現在就是說，從這個 DeepSeek 事實上的這個出現，就發覺中國大陸可以用算力來彌補算法來彌補算力的不足。也就是說，當時這個 DeepSeek 一出來以後，我記得NVIDIA 是跌掉了3成嘛，股價跌掉3成，就因為它顯示的對這個大算力的這種無視跟藐視，我不需要大算力，我用新的算法，我就可以達到你用大算力算出來的結果。那這是中國大陸讓美國基本上很發抖的一點啊。那另外一方面，就硬碰硬的話，就芯片的部分，中國大陸現在不管是華為的昇騰寒武紀，還有摩爾線程這些都出頭了，還有幾個在香港上市的這些芯片公司都表現傑出，有些是普遍用的有些是專用的都有。那我們就以昇騰系列來講的話，現在它已經把你這個華為的 H200嘛，它基本上已經藐視了，我可以不要你的，你這個第二梯隊的這種東西，在中國大陸它可以用其他的方式來克服，不見得需要你。那現在當然中國大陸還是討論一會，還是開放了這個 H200。那讓黃仁勳鬆一口氣啊。對。那不過就是說，大模型方面，中國大陸非常的多，像華為、百度、阿里巴巴、騰訊還有月之暗面還有這些都在出頭當中。所以我認為就變成中國大陸很謙虛，他們認為說跟美國還有差距，可是美國不這樣認為。黃仁勳一再警告，這個中國大陸的 AI 跟美國的 AI 是奈米級的差距。所以呢，我覺得這一場這個世紀之戰會很快就會分出勝負。好，2026年的 AI 戰，那同時我們也要來關注到說電力也是一個關鍵，因為像馬斯克也在達沃斯論壇對美國提出警告，他說中國大陸光是靠它的太陽能，1年生產就可以達到穩定於美國的1半以上的穩定電力了。那2026到2023，大陸還會新增超過3.4太瓦的發電容量。漢庭怎麼看？對啊，電力當然非常重要，就連我們的卓榮泰也都開始說要啟用支持新式的核電了郵寄的賴品妤的重啟個屁。那我們當然就看到中國大陸它到底在發電這件事情上有多猛呢？我們就把它想象成是一個超級的基建狂魔，或者呢是種菜高手。第一個是規模大到離譜，光是在去年的2025年，中國大陸新增的風力和太陽能板，他们的發電能力加總起來，就超過整個印度所有的發電的這個能力，而且呢，還是美國同期新增規模的8倍多。所以相當於別人呢還在用小鍋炒菜，中國大陸已經建了中央廚房，而且不僅量大，還存得住。
因為光發電也不行啊。那我們最常談論到太陽能，對吧？如果沒有太陽啦，沒有風了，該怎麼辦呢？那中國大陸還配合建立了一個巨大的充電寶的儲能的設備，所以確保電力能夠穩定的供應。這就好像呢，這個不僅是糧倉堆滿了啊，還配了頂級的冰箱，而且隨時還能夠開火。而最關鍵的是電費還便宜啊，這才是大陸很大的優勢。因為大陸自己就能夠生產這些全球大部分的什麼光伏板跟風電的設備，發電成本壓得非常低。所以呢，在大陸要訓練 AI， 然後呢運行龐大的數據中心啊，電費這個硬成本其實就比很多的國家便宜了一大截。它當然也會吸引全球很多的 AI 公司都會來到大陸來安家。為啥？因為便宜，電費低。